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啊！大家好，我是刷了1920把，没有出主副，但是朋友2把就帮我出了主副的琉璃。出了主副之后呢，我们也是科研一下纯冲锋嘛。纯冲锋这个版本呢，跟我之前预估的一样啊，有了主副之后，确实是创得很爽。但是因为我要做攻略，考虑到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脸黑，而且也不一定打这么多把，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纯冲锋攻略分2部分，一部分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没有任何稀有暗金啊，包括暗金的调和石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这样子最穷的平民版本的一个纯冲锋的构筑，然后再给各位演示一下高配版的纯冲锋的构筑。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冲锋这个赛季，如果你是单刷的话，那么就是哪怕纯平民版本也能玩得非常爽。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有34000的生命值，然后我这边的面板的狂暴伤害也非常高，有300多的狂暴伤啊。我这边巅峰雕纹的转化就这个血怒的转化也能转成80%的独立增伤，这是很恐怖的。为什么呢？因为纯冲锋它不需要在我们战争使者这个点去找这个消灭怒气，然后就可以把更多的点去投入到狂暴伤害的增加了，然后还有一些雕纹的选择，我们之后再说接下来呢，我们创一个戈亚废墟给各位看一下，就是哪怕你什么暗金都没有我们这身上所有的装备全身就一个恶残者之剑，甚至连这个剑都是带了一个之前随便找的因为我自己已经有主副了嘛，到后期我肯定要把它换成主副，所以就懒得弄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创一下戈亚废墟，一边创一边跟各位说纯冲锋的一些操作的技巧接下来好，我们直接进入战斗快点进入。这个操作技巧很简单，也没啥好说。你进来之后找怪呢，快出来找到怪了，开赛亚人创创就行了，就什么都不用想，就往前走找怪创，往前走找怪创不需要任何的思考，放空你的大脑，就在这里无脑的创他们，把他们就精英往墙上按。小怪的话随便创创2下全死了捡东西，捡完东西之后继续创不要停，就保持这个态度。然后假设你创歪了我们有统帅这个技能可以让我们在放战吼的时候刷新其他技能的冷却，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我们的挑战怒吼，或者是我们前面的这个这个叫什么战吼来着？极限呐喊，反正就你可以用这2个战吼来刷冲锋。你看我按一下极限呐喊，冲锋 CD 就到了，对吧？就是一直创，不要停，就是一直快乐的创，完全不需要停下来，非常的舒服像这种激活控制感，这种你甚至可以说先把小怪全创死然后再过来开这个控制感。总之就是一个泥头车，它跟我们之前的冲锋锤相比有缺点是什么呢？打屠夫或者是 BOSS 你可能需要一定量的操作。也有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纯创就好，你不需要考虑别的东西你不需要考虑说我的怒气怎么样，我要怎么玩，你就不需要考虑这些东西了，你就直接往上创就好了。看这边一创这怪死了。然后打 BOSS 了，打 BOSS 这边说一下技巧，打 BOSS 之前先左右互搏叠一下破地者。像这边我们打一下狂乱，打一下旋风斩，把这个破地者叠出来叠出来之后见 BOSS 了，对吧？开个赛亚人，然后在这个位置创上去。好，你看他这边没暴击没暴击怎么办呢？我们再叠一下破地者然后再创上去这下怎么还没暴击我的暴击是假的吗？总之就是这样我们打了3个没有暴击的冲锋，也把这个 BOSS 创死了。如果有暴击的话这个 BOSS 就是直接秒掉了，知道吧？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装备比较稍微差一点的，没有稀有暗金的，那打 BOSS 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吼一个破地者的速度是很快的，你左右对吧？一下就打出来了，甚至说你创完了之后还是有一层破地者在这里，就这么简单为什么我没暴击我暴击几率应该不低于50%吧？创了3下，也就是多少12.5%的概率没有出现的情况给我遇到了嘛？这也太丢人了总之接下来我们说一说配装好吧我们这边是聊完了战斗怎么打，那接下来开始聊配装配装的话呢，我们先讲一下穷人的低配版本。然后这个穷人低配版本本来是要配合暗黑盒来发出来的，但暗黑盒今天在更新，它更新出了什么东西呢？更新出了一个 bug 我们看一下，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暗黑盒这边已经捏完了，但是为什么这么多黄色的装备呢？
因为暗黑河这边它的传奇装备现在没法选威能啊，有的部位它在更新版本，就只能等它更新好了。所以接下来我们一件装备的聊一聊。装备的话，我们先从头开始。头这边的话呢，就是2条词缀是刚需，一个是冷却缩减，一个是生命上限。然后在这个情况，你去找别的词缀，比如说什么狂暴伤害、什么抗性，这些都是可以的啊。这是头部，反正就是生命跟冷却。然后头部这边一般也是打一个防御类的威能啊，你别像我打钢铁之夫就好了，因为我们这套技能组里不带钢铁之夫的。这个就是我临时找了一个头嘛，你看我们让了一个头部的威能，对吧？还让了一个武器的威能，100层也是轻松创，好吧？然后接下来是衣服。衣服这边呢就是甲、血，然后2条减伤。减伤的话就是什么远减、近减、强固减、流血减伤，什么减伤都是可以的，你自己选择你喜欢的减伤类型就好了啊。像我个人喜欢的衣服是有远减有近减的，这样加起来减伤数值比较高嘛。你也可以直接选择全减啊，反正就是有甲有生命就行了。然后呢，一般衣服有一个百分比护甲，配合我们的主宰这一个威能，就能做到战斗状态满护甲了，就接下来其他部位就可以不出护甲了。当然你要出也是可以的，出了之后你去应对那一些大秘境里有的词缀，它会减你的甲嘛，这些时候会比较舒服。然后还有一个防具位置，我们还是先讲裤子啊。手套这边是攻击类的，待会儿放在一起说。裤子这边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词缀叫做冲锋等级。你可以看到我这个裤子的冲锋等级是比较低的。冲锋等级对我们冲锋玩法有2个影响，一个影响是增加伤害啊，你可以看到我这边14级的冲锋是575的伤害，然后我们把裤子脱了啊，它伤害就变成500%了，这是其一。其二是它会影响我们冲锋的冷却，就你可以看到在我这边14级的冲锋是 8.81 秒的冷却，我们把这裤子一脱，它变成了 9.36 秒的冷却。也就是说呢，我们想要玩纯冲锋，那么在前期需要把冲锋堆到至少10到12级，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做到创3只怪就减满冷却，就能打得舒服。然后你打首领的时候，创完不是只减6秒嘛？那6秒之后不是还有2秒的空窗期嘛？那空窗期我们就可以开始左右开始叠我们的破地者，然后再叠一个必定压制的冲锋去创它了啊！这是冲锋打 BOSS 的一个比较不爽的点。当然你有主副之后，你也可以一直创就是了，但那是有主副之后的故事了嘛。然后鞋子这边的话呢，建议还是移速加3个抗性的鞋子，基底最好是攻击让闪避冷却时间缩短啊，这样可以抵消主宰的负面效果。这个主宰的负面效果虽然说现在已经没啥用了，它不会干扰我们躲陷阱了，但是还是会让我们在战斗中有点不爽的，所以鞋子我个人建议是攻击让闪避冷却缩短。然后接下来是首饰这边啊，首饰这边的话呢，有一个必带的首饰叫恶残者之剑，它有2个属性是我们刚需的，一个是搏斗技能等级提升，另外一个是很高的暴击几率。搏斗技能等级提升可以让我们的冲锋有更高的伤害，更高的冷却啊，就光是这一个搏斗技能等级就值得我们带它了。此外它还有暴击嘛，最妙的是它有一个使用搏斗技能对敌人造成伤害还会施加痛割，那这个痛割呢是能够触发我们破地者的叠层的，所以我们在实战过程中只要冲锋放成锤子，就能一创叠2层甚至是3层的破地者。当然了，这个时候也会有问题，就是我们到6层或者7层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创出去了，破地者就被痛割给吃掉了。但我在实战中，我觉得它对我造成不了影响，因为纯冲锋就是这样一直创。你可以看到，在中后期装备毕业了之后，我创100层的精英，创一下就算没压制，它也快死了。而压制这个东西呢，基本上就是说你去打屠夫打 BOSS 的时候，顺手左右互搏把它给弄出来，再去打 BOSS 用的，所以我觉得影响不大啊。就主要是恶残者之戒它有个属性真的很好，所以只能带。另外一枚戒指在前期带熊族狂战，它的效果是我们狂暴状态消灭敌人，有概率让搏斗技能冷却时间缩短提高，就是减冲锋的 CD 嘛。那在这种时候我们狂暴啊，我们有一个被动叫做这个啊战斗狂热，就是搏斗技能对敌人造成伤害，获得狂暴持续3秒，然后我们冲锋又是几乎无冷却的，所以我们全程都是在狂暴状态的。那这个熊族狂战只要触发了，就相当于是能够让我们冲锋大幅的减冷却。然后说到狂暴这边说一个额外的联动机制啊，就是不击怒火和我们的自级狂战士之怒，这2个也是有联动的。我不清楚是 bug 还是机制啊，姑且当它是机制。就自级狂战士之怒会让我们消耗怒气之后，让狂暴伤害加成提高，然后呢
我们开完狂战士之怒，只要我们没有退出过狂暴状态，并且点了不击怒火，那它这个100%的额外增伤是能永久持续的啊，这个是目前为止还在可以用的机制。所以实战中你如果要创的话，为什么进门要开一下狂战士之怒，就是这个原因。你要保证这个狂战士之怒开了，然后我们不断狂暴就能一直白嫖它这个增伤了啊。然后这边我们把防御类、戒指类已经说完了，接下来聊一下输出类的位置。输出类的位置呢，有几个刚需的，一个是我们的先祖冲锋威能啊，这个打在项链或者双手武器上；另外一个是破地者威能，它同样也是打在项链或者双手，就这两个要么打项链，要么打双手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剩下还有几个威能，两个全尸，一个叫全尸威能，它的效果是你冲锋冲完敌人之后，如果敌人在接下来2秒死亡，会爆炸造成额外伤害，这个爆炸的伤害用来清小怪是很舒服的，建议是带一下。然后是优势大师啊，不是优势大师，然后是精英全尸啊，一个全尸一个精英全尸。精英全尸就是核心技能对敌人造成伤害可以叠冲锋的增伤啊，这个东西呢我们一般是拿旋风斩叠，旋风斩转一下就叠满了。就这3个威能是不可替代的，基本都是不可替代的啊，就如果真要换，把全尸给换了。然后另外还有2个输出类的位置啊，这边就是优势大师还有加速。加速这个是没什么好带的，我随便塞了一个我的老剑啊，如果真要带应该是带成元素，但是一般也是不带的，就优势大师倒是有增伤。然后这2个位置为什么说不重要呢？因为你在后期可能会刷到主副，刷到末日使者，那这个时候你就直接无痛换上去就好了。当然对我们提升最大的还是军帽。然后再说一下另外2个道具，就是你玩纯冲锋的时候还会不可避免的考虑2个道具啊，就除了这些稀有暗金之外，什么道具呢？一个是放逐领主，一个是迪伯特的意志。迪伯特的意志对纯冲锋的争议就是不可阻挡之后增伤跟回蓝，这个回蓝是没什么意见，没什么用的，因为我们纯冲锋是靠冲锋打伤害的，主要就是40%的增伤。这个增伤是比我们在正常库字部位的4级冲锋要高的，但是它有缺点，就是它没有冲锋等级了，你带它你可能冲锋的冷却啊，就这样一看，一带上去的冲锋冷却就加了，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放逐领主，或者是说你可能带的赛利格的溶解之心。那赛利格的溶解之心呢，就是纯粹的防御系的一个道具了啊，就是你想要完全无视任何怪物的输出，你可以带一下它，这个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放逐，放逐对冲锋的加成就只有它的暴击几率，还有我们的这个压制暴击伤害提高。它这个压制暴击伤害提高是不绑定先祖锤的，但是它的消耗300资源之后，下一个核心技能必定压制是只能增加核心技能的，所以它对冲锋的好处就是说加暴击啊，你可以看到我刚才创 BOSS 嘛，3次都没出暴击嘛，对吧？然后其次就是能让压制的爆伤提高，让我们打出更高的数字。如果你在赛季的中后期想要用冲锋打出10亿或者更高的数字，那么你肯定是要带放逐领主去猴的。但如果你是要日常刷图，那我就更建议你带先祖冲锋的项链啊。所以高配版的冲锋就是军帽、主副，还有我们可爱的末日使者啊，这3个道具一换，那就差不多了。这就是中后期的冲锋的一个构筑，大后期的一个构筑。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你想要输出啊，你再上什么迪伯特或者放逐。然后这边再额外说一个道具，用来替换熊族狂战的啊，就是我们的无心夜空之戒。这个道具在目前这个版本有 bug， 它是个稀有暗金。然后相信各位也都知道，德鲁伊是电狼啊，没有办法叠无心夜空的减耗跟增伤。那我们野蛮人就比较特殊了，你转旋风斩的时候可以叠无心夜空的减耗，但是没有办法触发增伤的啊。就野蛮人这边比较特殊，你能吃到1半的增益，但吃的多不多呢？也不多，对吧？这个就是野蛮人的一个特色啊。等版本更新之后，如果你的装备够好啊，比如说你的军帽戴上了，对吧？其他装备搞好了，然后你在这边啊把这个永夜连上来了，永夜可以加4级的冲锋嘛，让你冲锋伤害更高，冷却更高。然后原生连到这个肾上腺素这边啊，当然你也可以不连，我觉得现在冲锋伤害也够了，就原生连过来就是肾上腺素的增伤从20变成50，就是你这些东西连上去了，体验比较好了。那这个时候你再去考虑说带一个无心夜空来极大的增加你的输出啊，当然还是得等版本修正嘛，对吧？所以接下来我们是换上这一些更好的装备啊，我们再去打这一个戈牙废墟，给各位看一下。
好吧？就你可以看到，就是尤其是我们的装备啊，就是这个末日和主副一代，你看我这血量直接飙到7万了。然后这一套的技能点，这边是随便点的，就我这边还顺便点了2个点充沛怒气，你可以把它给扣掉，点成你喜欢的。巅峰的话呢，直接看暗黑河。我们这边巅峰这里有2个要说的，第一个点是这个傻杯搏斗技能啊，这个搏斗它的说明是辐射范围内的巅峰节点让他们的物理伤害和伤害减免各种变化获得加成。你如果在模拟器，比如说暗黑河去点，你会发现它加成近战减免啊，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是会把它放在这个盘的啊，就是影响这个近距离减免。然后啊，我们把它抠了，搏斗在哪里来着？我找一下，对吧？然后我后面发现啊，它不影响，它根本不会影响近距离伤害减免。我后面经过我实测，它只影响两种东西，一种是物理伤害，另外一种是护甲啊，它就只影响这2个东西，别的都不影响。那我觉得还是算了吧，我就把它给发配到这个残杀者这个盘了，给它随便给它塞了一点这个毅力点数啊，就是这个雕纹现在确实没有大用。然后接下来啊，碾压者放上来，我们接下来直接开冲啊，我们刚哥亚废墟开了嘛，应该开了吧？啊，开了啊，然后我们再拿主副给各位看一遍，就主要看一下最后这个秒 BOSS 的情况。其实末日跟主副这2个道具呢，对我们的伤害提升也不高啊，也就是可能都带上去之后，你的血量翻了1倍，然后你的伤害也翻了1倍吧，可能还会更多一点啊，也没那么好用啊。虽然我之前很想要，但现在我也没那么想要了，因为我已经拿到手了，对吧？用了之后发现确实好用。好，然后接下来就是正常的开冲了啊。你可以发现，就是带了末日主副之后，这边打 BOSS 就是打怪小怪啊，基本都是创一下就死了啊。这个精英是，然后你看创完了之后，哪怕是他在有这个减伤的情况之下，这个精英一样也被我创掉了这么多的血，对吧？然后再打个破地，轻松解决了。这边是什么枪？哦，这边应该是让怪物在我们的攻势之下存活一定时间啊，很可惜他们并没有存活住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直接去找 BOSS 吧。就有了主副之后，我这边冲 BOSS 应该能，有暴击应该能冲个1-2亿的伤害，给各位看一下。如果没冲出来的话呢，就是运气不太好啊。这边再稍微吼一下，就打 BOSS 之前稍微这么叠个破地啊。正常情况你就直接冲就好了，开个大招 ，BOSS 出来了，调好位置，在这个位置创。哎呀，怎么又没有压制啊？怎么又没有暴击啊？啊，暴击了，靠，真是烦死了。啊，然后我们这边也是没有叠这个狂战士之怒的真伤啊，导致最后可能也就打了个8000万的数字啊。叠完了之后，我之前冲锋是能冲个2-3亿的，这边也就不叠了，顺手冲一下得了。啊，然后就是这样子，就反正你记住啊，就纯冲锋有了这些装备之后，要不我去弄一个纯冲锋打 BOSS 吧，就不叠前戏的，我还有哥亚废墟嘛。我们最后再演示一遍，就是不叠的。我们之前演示的都是有前戏的版本，那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个没有前戏的啊，没有前戏的，我把永夜给换上，这样子我们冲锋的冷却会更舒服啊。给各位看一下大后期，就大后期你真的什么都不想叠啊，那你把这边的永夜在这里，主要是永夜给带上，然后这边的话我看一下，把这个易伤的这个护卫的给下了，然后带一个原生啊，这边来整个大后期的版本，就是给各位看看，就是直接纯冲 BOSS 会是怎么样的。木桩有出，但打桩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跟实战是不符合的啊。就是我这边演示的话，尽量还是以实战环境为主。如果是打木桩的话，你这个冲锋我吼一吼，吼个10亿的伤害出来，这也没什么必要，对吧？嘟嘟的话，昨天已经创死过了呀，今天就不创了，明天再去创吧。因为我们这期视频也只是一个比较前瞻的攻略，等到时候正式的更新结束啊，到时候还有新界的版本，我们到时候放在一整个视频里说啊。哥亚废墟这边这张图就是这样，非常的轻松。哎呀，你能不能好放死了？有减伤是真的恶心。然后接下来我们去找一下 BOSS 创一下 ，BOSS 在哪里呢 ？BOSS 应该是往这边左上角走。哎，奇怪，刚才那个图我找了个9%的暴击，就是为了一创死他，结果也没有创死他。哎，不对，我这边应该把这个先用掉。
你看这边纯创 BOSS 的话，就是创完了走几步，创完了走几步，啊，就是没事这么过来创一下。这也是纯冲锋之前的一个难点，但你会发现有了永夜原生之后，你创完就1秒的冷却，你在这里站一会儿，站一会儿再去创它，对吧？创2下就创死了，也是很快的，啊，就也没有什么说打 BOSS 会特别累，当然你玩锤子就会简单，这一下就打死了，啊，这个 BOSS 也是之前版本里比较强势的一个 BOSS， 所以来专门，哎呦，这也是冲锋的一个毛病啊，刚才我们这个 bug 也是会出这个问题。对，强固就是靠随从吧。最后说一下随从啊，随从这边的话，暴风啊连强固跟击破这2个是必连的。然后一般再看你的情况连别的，比如说啊，你要是没有这个永夜，你可以连一个什么资源辅助之类的，让你的旋风斩转起来更舒服。像这个资源辅助啊，就是暴风连这3个，主要是连这个强固啊，这样子我们就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来放强固了，这个效果是很好用的。其次就是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前期是连战术跟延效的，这个情况之下再连个护卫，这就是肾上腺素这一个道具的前期使用。然后中后期你有原生了，把原生给打上去啊，带一个这个。然后如果你不带肾上腺素，你觉得你伤害够了，你把它抠掉，抠掉之后上什么呢？上这个重构，不是上保护啊，保护是有 bug 的。我说一下，你看上去它是50%的屏障，但实际上它给你提供的是100%的屏障。啊，你看我这边7万的血，对吧？7万的盾，啊，这个就是保护啊，真的保护。你不需要给它上原生，你甚至可以上个别的东西，它一样是有一个很高的盾的。啊，这个就是2个道具的使用。啊，然后宝宝上强固速度，看吧，宝宝上强固速度很快的。我们这一套没有任何的强固，净土跑到这里几十秒，宝宝给我打满了。保护上原生还是一个7万的盾，因为我们的生命值上限就这么多。好，那么就这样，我们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了。反正讲的也比较简略吧，然后也费了比较多的时间。更详细的内容呢，还是等明后天啊，明后天我那个版本更新了，再去稍微实测一下，再去给各位放一个更详细的冲锋玩法的攻略啊。就这样。